在加拿大，毫不夸张的讲，地产经纪20万，前1%有1万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。不知道大家看到地产经纪的各种头衔奖项，是不是觉得眼花呢？顶尖金牌 Award-winning 持牌经纪人，前1%主席大奖、金奖、银奖、白金奖、钻石奖，豪宅专家、地产院士、谈判专家，他们到底是啥意思？为什么要有这些称号？哪个更厉害呢？今天结合 Norman 的情况，给大家举个例子，逐条扒一扒。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安省房管局 RICO 对经纪人、广告、名片、社交账户的最低要求。趁着还没有人向房管局举报，也欢迎同行朋友们自我检查一下。相信真的要仔细卡，很多同行朋友们会被停牌，然后去 RICO 重新上课的。RICO 上课最搞心态的一点就是不让带手机。那么安省房管局 RICO 对经纪人打广告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呢？又需要在广告里面包含哪一些内容呢？第一点，表明自己的职位是什么。在地产行业里面有2种职位，一种叫 Sales Representative 地产销售代表，另一种叫 Broker 地产经纪人。如果由于部分平台的内容发布限制没有办法发布英文，那么使用对应的准确中文翻译也是可以的。实际操作中，很多人不写 title，还有很多人会乱用自己的称号，比如有很多人拿着 Sales Representative 写自己是地产经纪人，其实这是不准确的，应该称呼自己为地产销售代表。只有拿到 Broker 地产经纪人 License 才可以称呼自己为地产经纪人。第二点，表明自己在房管局注册的 legal name 或者是 trade name。我在 RICO 的注册 trade name 是 Norman 许，这也是我在各个平台中使用的名字。要不要遵守这个规则，要看你所在的账号有没有获客属性，这其实非常好判断。任何有获客属性的账号都应该根据 RICO 的规定标注自己的 legal name 或者是 trade name。即使你使用的是小红书、WeChat 这样的平台，只要你是安省的注册地产从业者，那么你依然需要遵守中国和加拿大安省两边的法律。首先违规的一批人是不放自己的名字的，比如多伦多豪宅带你看多伦多房产这样的中性账户名称。这样的中性账号也是需要声明自己的账号持有人，放上 RICO 注册的 legal name 或者是 trade name， 不然就是不合规的。同理，只放 first name， 比如 John 可以吗？这样做也不合规。我称呼自己的外号一哥、一姐、张总、王哥、李姐、肖军，这样可以吗？如果你没在这个称呼后面放上 RICO 注册的 legal 或者是 trade name， 依然是不合规的。感觉小红书这个平台要沦陷了。第3条，表明自己的公司是哪一家地产公司。这条感觉更加没有人放啊，毫不 care 到这个程度，相信地产行业还是要自我检讨一下的。同理，公司名称也是需要匹配 RICO 注册的实际公司名称的。比如你是 Remax Realtor 或者是 Royal LePage Signature 的经纪人，也需要把你的公司名称如实标注。以上的要求看似意义不大，很教条，但是在源头上避免了很多造假和诈骗的行为，对消费者的保护意义是非常重大的。第4点，正确使用广告词、奖项和称谓。具体一点，房管局 RICO 规定广告里所有的奖项需要标注来源、评奖规则以及具体的年份相佐证。任何没有数据来源和佐证的奖项，在 RICO 眼里都是假的，假的都是不能用的以及违规的。说人话就是吹牛逼也要讲基本法。视频的开头我列举了大家常见的各种奖项，这里面哪些是有用的，哪些是没用的，怎么样正确使用呢？我在这边大致分了3类。完全没用的，有点用但是不大的，有用但是看不懂的。第一类，完全没用的，顶尖金牌获奖持牌经纪人。顶尖没有用是因为这个描述没有依据，所以默认是假的。金牌这个称呼在安省没有意义，也没有评选机构，默认也是假的。获奖没有说明得了什么奖，也没有佐证和获奖时间，默认是假的。持牌经纪人根据字面翻译指的是有 broker 地产经纪牌照并且没有被吊销的人。这4个称呼大家在广告中看到的，可以当他们不存在。第2类，有点用但不大的，常见的有下面这几种：地产院士 FRI Fellow of the Real Estate Institute， 豪宅专家 CLHMS Certified Luxury Home Marketing Specialist， 谈判专家 CNE Certified Negotiation Expert。 这3个称呼还真有对应的 designation， 不是虚构的，但是他们的获得方法过于容易，含金量不是特别高。比如我自己拿到过的谈判专家 CNE，
我一般都不好意思放在自己的描述里。获得方法非常简单，上2天课，不需要考试，一次性就会有几百个人拿到谈判专家的证书，生产繁殖效率真的是很配合今年的兔年。豪宅专家 CLHMS 这个证只需要500多块钱，上4个小时的课就可以拿到，效率快赶上民政局办证了。地产院士 FRI 在这几个证书中是相对比较难拿的，需要正儿八经的上4门课。这个称呼最大的 bug 其实是它的中文翻译，院士在中文里是有特别的意思的，在中国大约有800余位院士，我们其中比较熟悉的包括钱学森、朱可桢、杨振宁，他们除了是院士，还是被印在课本上的人。地产院士，我觉得更合理的翻译应该是地产协会会员。以上几个证书跟动辄需要学几十门课，花几年时间才能考下来的 CFA、FRM、CPA 这样的证书比，难度确实不在一个量级上。也确实是因为这些证书不好考，有一些1到2年的加拿大硕士设计出来就是帮助学生考过这些证书的，比如 UT Scarborough Campus 的金融会计双硕士，以及 Queen's 女王大学的金融学硕士。另一点可以佐证豪宅专家、地产院士、谈判专家这几个证书虽然有意义，但是含金量不是特别高的，是这几个证书并没有设置官方的 directory 通讯录，也就是大家在他们的官网上查不到有哪一些人是注册会员。可能是因为不够正规，也可能是因为人数太多了，所以通讯录 directory 做不过来了。像 CFA、CPA、FRM 这样的证书都是可以从官方查到有哪些人是该证书的会员的。RICO 也能查到哪些人是注册房产从业者，他们的公司和名字是什么。这样的平台发的证书可靠性确实是更强的。第3类有用但看不懂的，前1%，主席大奖、金奖、银奖、铂金奖、钻石奖。这类奖项是真正有意义的奖，但是各个公司评选标准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非常的 confusing。 有一些公司主席奖最大，有一些公司钻石奖最大，所以他们之间是不可以直接相比的。为了帮助大家辨认和理解，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数据。在加拿大范围内，经纪人有17万出头。我所在的 Royal LePage 加拿大皇家地产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加拿大公司，也是所有公司里市场占有率第2名的公司。17万经纪人中，安省约有 10.5 万经纪人，可以说占了全国的1多半。而这其中，多伦多地产局 TREB 的注册经纪人有超过7万人。这么算算，多伦多不只是世界上 CFA 密度最高的城市，搞不好也是世界上房产经纪密度最高的城市。正所谓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每个经纪人都可以说自己很厉害，这并不好比较。所以地产行业评奖基本上就一个原则，按收入评比奖项，简单粗暴且直接。但是各个公司故意把评奖的方式搞得很复杂，一方面公司并不想直接公布自己员工的收入是多少，张三赚了10万，李四赚了5万，加拿大人也是要讲含蓄的嘛。另一方面，经纪公司在给经纪评奖和排名的同时，也希望保护自己的新经纪和小经纪，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奖项，所以才出了这么多复杂的奖项。一个经纪人的收入并不能直接代表这个经纪人的水平，但是直接代表这个经纪人的经验，并和水平成正相关。一个经纪人收入高，那么大概率意味着这个经纪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和了解市场的变动。那么前1%主席大奖、金奖、银奖、铂金奖、钻石奖，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答案是要看你在哪一家公司。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评奖规则，相同的名称在不同公司意义也不同。同时，各个经纪公司是相互竞争的关系，他们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给别人，所以每个公司基本上都是自己评自己的，并没有特别好的统一的业界的评比方式。相对来说，越大的公司，并且说明了自己是怎么评奖的公司，奖项的说服力越大。越小的公司 sample 变小，奖项的说服力也跟着下降。不公布评比规则的公司，奖项的参考性约为0。我们拿 Remax 举例，这家公司是很正规的，最小的奖项是 Executive Club， 指的是一个经纪人前一年赚到了5到10万。最大的奖项叫 Pinnacle Club， 指的是经纪人赚到了200万以上。所以一个人如果在 Remax 拿到了 Chairman 主席大奖，意味着他上一年赚到了50到75万。我找了一个 Remax 的经纪举个例子，这个经纪10年开始收入来到50到75万，14年开始年收入超过100万，22年收入超过200万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一个 Remax 经纪人的表现，
可以搜索官网得到该经纪人的奖项，并大致了解其收入情况。再比如 Sutton Group， 这是一家在西海岸做得很不错的公司，他们也公布了自己各个奖项的评选标准。最大的奖项叫 Million Award， 指的是经纪人在上一年中赚到了100万以上。最后来说一下我所在的 Royal LePage 加拿大皇家地产公司，这是唯一一家用经纪人排前几% 来评选奖项的公司，所以理论上讲，所有前1%、前2%的经纪人都应该出自 Royal LePage。再次说明，没有标注数据来源、发奖机构以及获奖年份的奖项，在房管局 RICO 眼里都是造假吹牛逼的行为。如果被举报，相应的处罚是停牌加不带手机学习加罚款。由于前1%收入在每一年是不固定的，所以 Royal LePage 的评奖标准实际上每一年都是有一些变动的。Royal LePage 最大的奖项 Chairman Award 主席大奖对应的是前1%收入的经纪人，这一奖项门槛在2021年是150万加币以上，2022年差不多是130万加币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在 Royal LePage， 你在2022年赚到了130万加币以上，就可以被称为前1%的经纪人，获得 Chairman Award。由于 Royal LePage 的收费并不低，所以这家公司挂靠和兼职的经纪人比较少，它的前1%大概率是超过整个行业平均前1%水平的。所以如果在其他公司也达到了 Royal LePage 的前1%门槛，那么大概率它也是加拿大前1%的经纪人。其他奖项从前2%到前25%， 2022年的评选门槛标准也分享给大家。常见的金奖指的是 12.5 万的收入，钻石奖指的是 27.5 万的收入。除了行业的大致情况，相信屏幕前的你最想了解的很有可能是 Norman 2022年的表现如何。我在2022年做了294单生意，收入情况也在这边大致分享给大家。交易量包括了租单，收入是需要给员工发工资的。当一个经纪人收入来到25万以上的时候，大概率就需要一个全职助理了。当收入来到50万以上的时候，基本上是需要一个全职地产经纪人来帮你一起做的。再来说一下团队排名， Royal LePage Canada 每一年会公布自己旗下经纪人前1%的排名。2022年承蒙各位衣食父母的关照， Norman 的团队拿到了总排名第65名，也是35岁以下经纪人加拿大的第1名。这边真诚的感谢每一位客户。在所有排名5到100名的团队里，相信核心成员的收入是相差不多的，大概率都在100到300万之间，比拼的实际上是团队的人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的团队跟动辄30-40个人的团队比还是很吃亏的。前5名的团队相信核心成员的收入会来到300万以上，第1名差不多收入在1000万左右。想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做得好，最重要的就是 learn from the best， 跟最厉害的人学习，并且锲而不舍。如果大家看过我在 UT 的求学经历的视频，相信一定知道我是怎么跟教授 battle 并且拿到助教职位的。锲而不舍，解决一个问题最大的难度就是知道有解，占总难度的 99%。 当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解的时候，就会陷入人类探索永动机一样的过程，探索了100多年一无所获。求解的过程只占总难度的 1%， 就是 learn from the best， 跟最厉害的人学习，并且锲而不舍。所以作为一个从业者，知道这个行业有人可以赚到100万以上的时候，错误的做法是，这串葡萄大抵是酸的吧。正确的做法也是项羽和刘邦看到秦王的时候的做法。大丈夫当如此也，彼可取而代也。18年，我果断从一家小公司来到了 Royal LePage 旗下最大的公司之一 Royal LePage Signature。我跟公司里最厉害的一批经纪人，每个人都去 coffee chat， 每个人学一点，每个人学一点，最终摒弃了很多错误和少走了很多弯路。米开朗基罗雕刻他最伟大的作品《大卫》的时候，说自己只是把多余的部分去掉。在每个行业中，如果大家可以摒除掉错误的方法，绕开一些弯路，并且努力下去，都会收到很不错的结果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希望本期视频可以给屏幕前的你一个更清晰的行业版图。如果以后遇到金牌、获奖、顶尖持牌经纪人，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同理，遇到不按 RICO 房管局要求标注自己真实姓名和信息的账号，也能绕着走。如果屏幕前的你想加入地产行业，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，也欢迎这边联系我。点关注不迷路，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